Hello，大家好，我是阿朱。今天我要来讲一讲有关于 AI 和这未来10年发展的可能性。这样你想象一下我们的世界的财富就好像一块大蛋糕。目前的情况就是世界上1%的人在控制这一大部分的蛋糕，而剩下的99%像我们这样的平民只分到那一点点的蛋糕屑呢。所以 AI 就好像一个工具，就好像一个烤箱，在未来呢发展的更快，然后呢会增加这个世界的财富，就好像把这个蛋糕变得更大。可是问题就在于谁可以分到这个蛋糕呢？所以我相信这将是这未来10年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斗争。为什么这一个趋势这么重要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穷的就越来越穷首先我们来看最近发生的几件国际大事啦，包括尼泊尔跟印尼的示威，还有这个以色列开始发神经的去攻打其他的国家。那么第一，我们看这个尼泊尔，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的都是年轻人。那么他们抗议些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政府要开始封锁他们的社交媒体，因为这个社交媒体带出了很多就是在传播了一些他们政府腐败的现象炫富，然后而普通家庭就已经穷到连饭也快吃不上了，然后年轻人要工作又找不到工作。而在印尼呢也是差不多类似的情况，他们的国会要给国会议员自己发放每个月5000万印尼盾的房屋津贴。那么这一笔是相当大的数目，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已经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尤其那些学生呢，那些 Grab driver 底层的工人呢，都已经过得很辛苦了，然后看到你们国会议员哇这样爽啦。所以这个世界很大的改变也是通过了这些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在一个比较开放资讯的一个时代。那么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你没有办法好像控制言论控制这些资讯的传播是你没有办法让你的人民继续活在一种愚蠢的状态吧。所以 AI 的发展加速了我们这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我们迫切的需要一个新的系统。那么在未来10年可能的变化，我觉得啦，就是大多数那些传统受薪的工作可能就会逐渐的减少，有一些专家说会可能98%都会消失，这不是10年以内啦，就是在未来这一个趋势一直走下去，大多数的工作就已经会被 AI 跟这个automation 的 robots 去替代掉了。所以并不是因为人们懒惰不工作，而是在未来是没有工作。这不是一个绝望的 situation， 而是有一个更好的系统来替代我们的劳力，我们的工作。那么政府呢就很大可能就会推出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咯 UBI， 就是全民的基本收入。就是你到那一个时候很大可能就是你要工作不要工作都可以，就好像退休金这样子。现在的老人已经退休了，不用工作了，所以政府固定的给他们一笔收入去生活，去真正的生活。所以你想象一下，在未来年轻人你就可以有这一个福利，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作为人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当然这个收入不会让你大富大贵什么想要怎样就怎样，可是就保证基本的你的食物、你的房屋、你的健康是有基本的保障所以问题就是它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再是我要怎样赚足够的钱来生存，而是我想要怎样好好的利用我的时间。就是好像现在的老人家很多退休后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呢我们未来这一个退休的年龄可能就会越来越年轻化，所以你就会有这个基本的收入，然后你不需要工作，然后问题是你要怎样填补这样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就是很多人会说我退休后想要去旅行我退休后想要
种菜啊，要养鸡啊，还是想要做些什么活动啊？就是在未来很大的可能就是当有这个universal basic income 这个基本的 UBI 收入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实现了你想要做什么，你的兴趣。可能年轻人想要画画啊，想要创造啊，想要做一些小生意啊，就是不是为生存而工作了，而是一种为兴趣而工作的一个新世界。所以会有更多人有时间去照顾你的家人，照顾你的孩子，照顾老人，就会有更多的这个我们的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 connection， 而并不是每天都在为生活而烦恼。人们会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啊，亲近大自然啊，照顾自己的健康啊，做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系统就必须要公平等，如果腐败和不平等依然存在的话，这样这个系统很大可能就会死，就是权贵们继续霸占着一大堆的资源，然后让这些大多数的平民根本活不下去的话，这就会造成刚才我所说的示威啊，这些抗议咯。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更加透明跟公正的制度。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人心方面的一个 existential crisis， 就是人会开始质疑他们生存的意义，还有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当人们不再需要工作来生存，就会有很多人会问，那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想象看，你每天8个小时都在公司里度过的，这样你有多出了这个8个小时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的几代的人类都是我们的身份都是跟工作绑定在一起的我是老师啊，我是医生啊，我是农夫啊，都是以工作作为你的身份。在一个工作减少了的世界里，这些身份可能就会变成很空洞了。所以最大的危机已经不再是生存跟贫穷的问题，而是孤独、抑郁，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所以在未来这10年的挑战不只是经济上的挑战，更大的挑战是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始教导下一代，我们的价值并不是建立在于物质方面，并不是建立于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身份，或者是你有多少钱，而是在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爱、创造力，还有与他人的连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总结一下，在这个 AI 帮助下的一个未来是很可期待的，就是我们会减少很多的工作，人会活得更加的轻松，但是重点就是我们要如何去改善我们的心灵素质，就是说我们要怎样的增加我们的心灵富足感，这个才是我觉得我们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在这个未来10年，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年轻一代，就是在供稀缺的一个时代，我们要如何好好的、快乐的、幸福的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个人天真乐观的对未来的想象吧，所以大家不要太认真，工作还是要做。拜拜。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喜欢我们的视频，私人闲事聊，就请多多订阅、按赞和分享，这将会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谢谢，下期再见，拜拜。